你爹是白虎，你媽也是白虎。 你七大姑八大姨都是白虎，可你偏偏是只黄裡黃氣的東北虎。你爹暴怒，和你媽大戰3天3夜，又把隔壁獅子坐在屁股底下狠挠了1個月，但還是搞不懂到底做了什麼孽。你娘一氣之下卷鋪蓋跑路，你爹更是狠心把你丟在野外，永遠消失在你面前。此時作為一只天崩開局的小虎仔，你只能苟着求生，為了存活，你不是跟在其他動物屁股後面求庇護，就是撿人家不要的殘渣腐肉。萬幸的是，你不僅熬過了幼崽期，還成長為一只900斤的魁梧巨虎。你摸着自己發達的胸肌，呲出虎牙，是時候去擴張地盤了。然而。 剛踏入陌生地界，你卻聞到了同類的氣息，還在森林裡發現了動物保護協會的監控攝像頭。盡管你是後來者，但這裡物資豐盛，無論如何不能放過。於是你對着森林深處發出宣戰咆哮，要和這裡的主人來一場男人間的對決爭鋒。可是萬萬沒想到，出現的卻是一只眉清目秀的雌虎。它弓起身子向你咆哮警告：“再往前一步，小心我不客氣。”怎麼是個小丫頭？看到浑身都在微微顫抖的雌虎，你瞬間喪失了戰鬥的興致。但你不清楚的是，現在這一幕正被直播間觀眾實時圍觀着，所有人都在心疼這只名叫百萬的雌虎。寶寶怎麼這麼慘？剛繼承媽媽的地盤就要丟了。原來百萬的媽媽之前捕獵水牛時一時不慎，反被水牛拖進水裡，慘遭一群鱷魚襲擊喪命。這一幕深深印在了幼年百萬的記憶裡，也被直播間的一眾親媽粉見證。從那之後，沒了媽媽庇護，百萬只能獨自求生。好在他那塊領土沒什麼競爭者，靠着捕獵小鹿，他每天也能勉強糊口。可誰曾想，他才滋潤沒半個月，就遇上了你這個搶地盤的。你慢慢靠近，結果百萬一個翻身就躺倒在地，肚皮朝上揮動着利爪示威。只要你敢過去，就對你的腹部下手。然而你差點笑出聲，這雖然是不錯的防禦姿勢，卻也把自己的腹部弱點全暴露出來。而在老虎的爭鬥裡，先躺地上意味着離輸也就不遠了。你正準備動手，旁邊卻突然傳來一聲咆哮：“臭小子，滾開！”一只雄虎衝出來，擋在了百萬身前，渾身散發出危險的氣息，被挑釁到頭上，誰能忍？下一秒，一聲更為雄浑的震天怒吼從你口中噴薄而出，聲波隨即擴散開來，整個森林的樹木都隨之顫抖。雄虎和百萬被震得渾身一僵，幾近跪倒。你目光凌厲，一步步逼近，王之霸氣彌漫四周。雄虎終於再也承受不住威壓，率先發起進攻。你看着撲到眼前的敵人，輕蔑一笑，不自量力。隨後你四肢發力，矫健的身軀飛躍騰空，依靠着多年的戰鬥經驗，簡單幾下就將雄虎踩在腳下。你滿意的舔了舔手掌，突然腦海裡響起一道冰冷的系統提示音：恭喜宿主覺醒虎王自強進化系統，成功擊敗第一只同類，獎勵10點進化點。你爹是白虎，你娘也是白虎，可你竟生來就是只黃裡黃氣的東北虎。你血脈不純，慘遭遺棄，卻意外覺醒了虎王自強系統，從此踏上了稱霸叢林的高光虎生。你剛剛因搶地盤暴揍了一只雄虎，轉頭卻發現那只名叫百萬的雌虎竟偷偷溜走了。你懶得追趕，轉身來到附近的小河旁想搓個澡，卻猛然察覺空氣中似乎夾雜着些淡淡血腥味。你的目光立刻警惕地搜尋着四周，總感覺有雙眼睛在暗中窺探。直播間的觀眾瞬間沸騰，這是百萬媽媽喪命的地方。果然，此時水下一頭鱷魚正緊緊地盯着你，只待你靠近就立刻發動突襲。你心裡門兒清，自己現在暫時還打不過他，起碼要等系統提升防禦後才可以。於是你裝模作樣地做了個假動作，鱷魚正想竄出，誰知你居然又果斷扭身一躍3丈遠，只留給對手一個欠兮兮的背影。呵呵，傻波一，氣得鱷魚只能眼睜睜看着你離開。戲耍了鱷魚讓你心情好極了，但當務之急還是需要抓些獵物補充體力。於是你耳朵微動，又聳了聳鼻子，很快便通過聲音和氣味鎖定了一頭正在喝水的成年羚羊。系統很快給出提示：綜合戰鬥力110，請宿主小心。比我高5個點，問題不大。你冷笑出聲，渾身肌肉瞬間暴漲，隨後如飛劍一般一躍而出。羚羊根本來不及反應，你的利爪就刺入了它的脖颈，緊接着一張血盆大口便狠狠咬向它的咽喉。羚羊轟然倒地，不料异變叢生，原本水裡看熱鬧的鱷魚忽然動了。顯然這群狡詐的家伙想來個螳螂捕蟬，黃雀在後。他們圍成一團朝你爬了過來。見狀，你趕緊拖着羚羊往遠處跑，只要遠離湖邊，你就能夠脫險。誰知這次鱷群卻被貪婪沖昏了頭腦，完全不想放棄，試圖虎口奪食。危急關頭，系統提示音陡然響起：恭喜獵殺第一只羚羊，獲得10點進化。你不假思索，把點數全加在了攻擊上。剎那間，一股力量湧滿全身，你的肌肉膨脹到誇張，爪牙也閃爍着更鋒利的寒光。再看鱷魚的信息，卻發現領頭那只的戰鬥力總點數竟和你一模一樣，而防禦在你之上。擒賊先擒王，你不再猶豫，眨眼間衝到領頭鱷魚的面前，舉起巨大的虎掌，一巴掌狠狠地拍在他腦門上，打得鱷魚眼冒金星。這一下直接把鱷群震懾得不敢輕舉妄動。領頭鱷魚出師不利，氣急敗壞，下意識想轉頭給你一口，可你輕鬆走位，一個反繞就到了他身後，露出鋒利的虎牙，對準要害咬了下去。升級後的虎牙輕鬆破開防禦，領頭鱷魚身體一顫，再沒了生機。其他鱷魚嚇得四散奔逃。這時系統再次傳來提示：恭喜宿主單殺第一條鱷魚，獎勵5點進化，綜合戰鬥力破100，先開啟獵殺成就，單嘎60頭羚羊，解鎖羚羊獵手任務；單嘎20頭成年鱷魚，解鎖鱷魚捕手任務；擊敗60只同類，解鎖山大王任務。
爹是白虎，你娘也是白虎，可你竟生来就是只黄里黄气的东北虎。你血脉不纯，惨遭遗弃，卻意外覺醒了虎王自強系統，從此踏上了稱霸叢林的高光虎生。你剛剛單嘎羚羊和鱷魚，一連串的系統獎勵提示音就震得你頭腦發懵。可管他呢，反正系統給的肯定不虧。你低下頭，正準備開始享用美味，草叢裡卻忽然竄出一個身影，正是前不久你放跑的小雌虎百萬。他神情嚴肅，緊盯着不遠處一直落單的幼鹿，顯然是已經埋伏了很久，只是由於獵物一直被長輩們包圍着，一直沒有合適的機會下手。本來百萬以為要空手而歸了，誰知你的出現卻嚇散了鹿群，給了他可乘之機。他嗖地竄出，成功地咬住了幼鹿脖子，不料還是驚動了鹿崽的父母。只見一只成年雄性麋鹿低下頭，威猛的鹿角閃着銳利的凶光，眨眼間便朝百萬衝撞過來。百萬嚇得鬆口就跑，麋鹿卻乘勝追擊，一副趁他弱小要他命的架勢。百萬嚇得魂都飛了，見到你這個同族，便想都不想地躲到了你身後，一張清秀的虎臉委屈巴巴，仿佛你是只始亂終棄的渣虎。然而出乎意料的是，那麋鹿竟然沒停下腳步，繼續朝這邊衝了過來。你個老鹿還真以為能趕跑一只小雌虎，就不把我放在眼裡？是可忍孰不可忍！你立刻後腿一蹬，站立起來，粗壯的前肢猛然拍下，瞬間就按住了麋鹿的脖子。隨後你低下頭狠狠一咬，剛剛還嘚瑟的麋鹿轉眼間腦袋就歪到了一邊，沒了動靜。你舔了舔嘴，轉身看向百萬，對視的剎那，這只小雌虎立馬埋頭趴在地上，尾巴貼緊泥土，做出一副臣服的姿態。俗話說一山不容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。你看着這頭又慫又瘦小的小雌虎，壓根沒打算嘎它，靠嘎一頭普通小母虎拿系統點數，未免太掉價。於是你閒庭漫步的溜達回了羚羊旁，繼續享受起美味來。百萬在旁邊看着直吞口水，他餓得肚子咕咕叫，卻始終不敢上前，只能趴在一旁舔着嘴角，直勾勾地看着食物。你早就注意到他垂涎三尺的樣子，乾脆衝他喊了一聲：“你也來吃點吧。”難道你是想讓我當你老婆？百萬滿臉驚恐。你爹是白虎，你娘也是白虎，可你竟生來就是只黃裡黃氣的東北虎。你血脈不純，慘遭遺棄，卻意外覺醒了虎王自強系統。自此，你英俊瀟灑，勇猛異常，甚至抽空出手拯救了偶遇的小雌虎。可誰知他竟然把你當成了色虎。誰說要你當老婆？不吃就繼續餓着吧。別，我去問問。小雌虎百萬看你對他不感興趣的樣子，遲疑半天，最終還是小心謹慎來到羚羊另一邊，大着膽子咬了一口，見你沒反應，這才放心的狼吞虎咽起來。他實在是太餓了，自母親離世後，他只能獵一些動物幼崽，還經常被各種成年動物驅趕，真是虎落平陽被犬欺，和 Hello Kitty 沒兩樣。難得有一次飽腹的機會，百萬盡全力瘋狂進食，生怕有上頓沒下頓了。只是他本就體型小，吃了沒多少就撐得不行。吃飽喝足的他躺在地上，露出最脆弱的肚皮，餘光瞟着你身後的小尾巴晃來晃去，可你顯然不懂憐香惜玉，吃完就躺着，小心胖得跑不动。百萬沒完全聽懂，但大概明白你是在讓他起來活動，於是他湊到你身邊，歡快地用頭蹭着你的下巴，你嗓子裡瞬間發出呼嚕聲，一股陌生但暢快的感覺充斥全身。這時你腦海中再次響起系統提示：恭喜宿主獲得60平方千米地盤，被直播間觀眾封為進擊的雄虎，開啟基因進化，待擊敗西區虎王二驢子後，將獎勵全身進化一次。你早就聽說過二驢子的大名，他是西區最強虎王，3歲剛成年就擊敗了上任虎王，後來陸續打敗11頭挑戰者，獲得不敗虎王稱號。森林裡所有老虎都知道他的威名。正琢磨着，系統便給了你一張森林引路地圖，閃爍的紅點正標記着你對手的位置。你瞬間目光如炬，恨不得立刻殺過去。要是真能全身基因進化，說不定可以突破個體極限，屆時不知道將強成什麼樣。沒多久，你就來到了西區，空氣中飄散着陌生老虎的氣息，伴隨着一陣低沉的吼聲，一頭壯碩的雄虎自陰影中走出，正是不敗虎王二驢子。你看了看系統面板上的信息，孟加拉雄虎，5歲，攻擊85，防禦50，綜合戰鬥力120。不愧是傳說中的虎王，實力確實比進化之前的你強大，可以說比你之前見過的任何猛獸都更勝一籌。二驢子亮出尖利的虎牙，他從你身上聞到了危險的味道，而你身後的百萬此時也緊張地弓起身子。你一個箭步擋在百萬前面，你打量着眼前凶猛的對手，要不是有系統進化，你還真沒什麼勝算。可如今為了全身進化，這一戰你絕不退讓。你爹是白虎，你娘也是白虎，可你竟生來就是只黃裡黃氣的東北虎。你血脈不純，慘遭遺棄，卻意外覺醒了虎王自強系統。為了拿到系統獎勵，你甚至單挑傳說中的不敗虎王，是要成為虎中霸主。西區虎王二驢子看出你是個難纏的對手，眼下並不想和你發生衝突，畢竟主動增加一個對手，並不是一只聰明虎的選擇。可顯然你沒打算退卻，对着二驢子發出一聲長嘯，隨即徑直撲了上去。二驢子沒料到你這麼勇，趕緊抬爪格擋，瞬間兩頭巨虎纏鬥在一起。你趁他防備不足，使出看家本領喵喵拳，連續幾巴掌甩在他臉上，隨後一個猛虎壓頂。二驢子想要還擊，卻被你嚴嚴實實壓在身下。他硬是翻
翻不了身，不僅幾次主動攻擊都被你輕易化解，還接連中了你的招。其實，在碰面的瞬間，你就已經把所有進化點都加在了攻擊和防禦上。如今的你氣勢如山洪青塔，實力已非普通虎可比。二驢子掙扎許久，但依然拿你沒有辦法，只好喉嚨裡發出懇求的聲音，選擇認輸。他明白再打下去自己只會喪命，倒不如盡早臣服。於是他深深埋頭，奉你為王。下一秒，系統音隨即響起，擊敗西區虎王，獲得全身進化一次，請找安全地方開啟。你心頭狂喜，可惜周圍全是監控，要是進化被直播出去，肯定會被奇怪的兩腳獸帶走。以防萬一，你決定先不領獎勵，只是帶着100萬在附近閒逛，直到你找到一處隱蔽的山洞，正打算進去進化，卻發現裡面有一頭黑熊睡得正香。你一聲低吼，被吵醒的黑熊滿身起床氣，抄起熊掌就要算賬，結果竟看到你這頭比他還大一圈的東北巨虎，他瞬間蔫了，只好硬着頭皮戰鬥。結果顯而易見，你一擊就幹掉了黑熊。那之後，你安心走進洞穴領取獎勵，伴隨着一陣陣的系統音，你全身的細胞都躁動起來，體內像有一團火苗在狠狠灼燒，將你打碎又重塑。你忍不住嘶吼，疼痛越來越劇烈，甚至滲透骨髓。而殊不知，就在你強大自身時，一群外來的盜獵者盯上了你。作為自然保護區內一隻膘肥體壯的東北虎，你剛剛征服了傳說中的不敗虎王，可正在領取系統獎勵完成進化時，卻不料竟被一群外來的盜獵者盯上了。他們在直播裡看到你矯健的身姿，眼饞得不行，便帶足裝備想來抓捕你，甚至還花了大價錢弄了一張標注了500多個攝像頭位置的地圖，來特意定位你的位置。盜獵者張大頭正看着地圖，忍不住吐槽：不就是個虎王嗎？用得着這麼大動干戈？可吐槽歸吐槽，他們還是決定入夜後行動。與此同時，安靜許久的洞穴中傳出一聲萬獸之王的咆哮，你全身舒暢地走了出來。100萬一見到你就立刻炸毛，害怕的往後退去，甚至衝着你嘶吼。只因此時的你完全變了個樣，橘黃色的皮毛像出陽般閃閃發亮，黑色紋路環繞其間，背後的尾巴又粗又長。你比之前大了一圈，比世界上任何一只老虎都要威風。系統面板的一系列數據也隨之發生更新。恭喜宿主開啟進化之路，成為世界第3頭變異獸。100萬還猛着，他怎麼也沒想明白，為啥他那麼大一只虎哥就不見了，從洞裡出來的反而是另一只老虎。傻子，不認識你哥了？你說什麼？看着100萬清澈的眼神，你只好一巴掌拍過去。100萬立刻腦袋嗡嗡響，這感覺似曾相識。他這才慢慢湊過去，聞着你身上熟悉的味兒。老大，你是老大。總算認出來了。你摸了摸100萬的頭，認出你的100萬立刻像二哈般在你周圍轉圈，甚至還把頭湊到你屁股後，試圖通過氣味再次確認。你半惱怒半羞澀地往後跳了一步。你這個呆子幹什麼呢？就是這個味兒。直到幾次確認你的氣味，100萬才徹底肯定眼前的老虎就是你。他連忙上前獻殷勤，你無奈地搖了搖頭。誰讓你撿了這麼個傻妹妹呢？為了不讓直播間觀眾察覺你的變化，你用系統排查監控位置，還每次快到監控範圍就繞路。只是這可苦了直播間的家人們，他們不管怎麼找都看不到熊虎王的身影。很快黑夜降臨，此時張大頭已經帶着盜獵團伙潛入保護區，他們背着各種武器裝備，偷偷埋伏在樹叢中。記住，咱們今晚的目標只有一個熊虎王。而另一邊的你望着皎潔的月亮，不祥的預感慢慢在心頭叢生，總覺有刁民要害朕。大哥還不睡嗎？單純的100萬絲毫沒有警覺，疲憊的來到你身邊，蜷縮成一團。可就在他要閉眼休息時，遠處突然響起一聲巨大的槍響，你迅速站起，叮囑100萬：你先躲起來，我去探探情況。說完，一個縱身引進了叢林之中。原來開槍的是盜獵者劉牙子，他發現一頭獵食的花豹，不想錯過這麼好的機會，情急之下就忍不住動了手。張大頭氣得滿臉無奈，卻沒想到這動靜真的把你引了過來。你安靜地隱匿在草叢中，沉默地觀察着這群小賊，舔了舔嘴角。好好的天堂路不走，敢闖進自然保護區撒野。你迅速消失於夜色中，真正的獵殺現在才開始。劉牙子翻出了直播頻道，想要通過這種方式尋找你的位置，卻偏偏始終沒有收穫。早在你征服二驢子之後，鏡頭裡就再也沒看到過你和100萬的行蹤。張大頭一行人只好向西行進，因為那是你最後出現的地方。他們打算去那碰碰運氣，可他們萬萬沒料到，自以為是獵手，其實早已變成了你的獵物。你全程偷偷跟在他們身後，悄然無聲。突然，一頭猛虎自樹林間飛躍而出，正是二驢子。他瞬間撲倒了一個盜獵者，兩條粗壯的前肢狠狠地踩在了對方的胸上，敵人瞬間喪失反抗能力。戰鬥刺激了野獸體內的野性，他轉身還要繼續行動。就在他躍起時，另一個盜獵者卻拿起了武器。一聲槍響後，巨大的衝擊力直接讓二驢子飛了出去，摔在地上。剛剛還威猛的老虎，此刻已沒了往日氣勢。果然，在人類武器面前，多兇猛的虎王也難以抵擋。張大頭見自己的隊伍损兵折將，氣得牙癢癢。他掏出武器想教訓二驢子，誰知身後卻傳來手下的驚呼。出現在他眼前的是一隻從未見過的龐然大物。你這頭超乎尋常的巨虎，此刻沐浴着月光，自夜色中從容漫步走來，全身毛髮閃烁着流光溢彩，一雙金色神瞳居高臨下盯着他。
竟讓他生不起一絲反抗之心。等他回過神，才發現手下已全部倒地。就在這時，系統音再次傳來：擊殺10名盜獵者，獲得10點進化，開啟異獸進化。你緩步走到受傷的二驢子身邊，這位昔日的虎王似乎對你的表現很滿意，對着你發出一聲低吼，透露出一個不得了的消息：東邊的湖裡有不尋常的光，那裡的動物好像突然長了腦子，要注意。竟是這樣嗎？你立刻明白了他的話，原來正是水裡那奇怪的光亮吸引了二驢子。哪知他剛喝了幾口湖水，就聽到槍聲趕了過來。你饒有興趣地聽着二驢子的話，想起曾經系統告知過你的信息，這裡不是一個普通世界，你不是這片大陸唯一的變異獸。你是一只剛剛進化變異的東北虎王，卻發現原來這個世界還有其他變異獸王存在，它們一個在天空，一個在海洋，而你正是第3只成功變異的獸類，是陸地上的王者。更麻煩的是，海陸空獸王之間或許終有一戰。從系統處確認這些信息後，你的大腦袋就一刻不停地轉動起來。提到海洋，你很快就想到世界上最大的生物藍鯨，哪怕對方不是異獸，本身的戰鬥力也足夠爆表。再加上海洋是人家的快樂老家，你完全無法想象自己下海後還沒開打就淹死的樣子。至於天上的異獸，你倒是並不擔心，無論對方再會飛，只要敢靠近，一個尾擊掃過去，照樣能要他半條命。想到這裡，你信心倍增，只要還在這片陸地，你就是這裡的王。你決定先低調發育，等自己擁有足夠的力量，再去和他們一一較量。當務之急，反而是要趕緊讓二驢子帶路，探探他口中會發光的古怪湖泊。據說那湖水能帶來淨化，可在過去的路上，你總覺得自己忘了什麼事，可左思右想，卻怎麼也記不起來。你只好安慰自己，這說明一定不是什麼重要的大事，不然我怎麼可能會忘？你不知道的是，被你遺忘的小雌虎百萬正躲在樹叢裡苦苦守望。哥哥是迷路了嗎？到底啥時候來接我呀？很快，你便來到二驢子口中那片湖泊，湖水果然泛着奇異的微光。你看着眼前熟悉的場景，立刻反應過來，這不正是你大戰鱷魚群的地方嗎？你不動聲色地瞄了瞄遠處，果然有幾處直播攝像頭放置點。一旦你有所行動，意味着這裡發生的一切都可能被直播出去，這可怎麼辦？好在系統及時上線溫馨提示：宿主放心，攝影頭已被湖泊中蘊含的磁場干擾，不會傳送直播畫面。你這才徹底安心，徑直走了過去。二驢子連忙緊張地攔住你：這湖泊蹊蹺，水下還藏着不少生了靈智的鱷魚。放心，我心裡有數。你笑着一腳徑直踏進水裡，雙眸閃爍着金光。那些在湖底藏着的鱷魚，在你眼中無所遁形。下一秒，距你最近的一條鱷魚陡然從水下竄出，你卻絲毫不懼，長尾一掃，剛剛還凶神惡煞的鱷魚瞬間就被你掃飛，不知去向。真正的惡戰徹底拉開帷幕。生了靈智的鱷群意識到單挑根本打不過你，便自發組團朝你襲來。可面對眾多龐然大物，你依舊不落下風，爪尾並用，虎嘯震天。一只只鱷魚仿佛變成了你鍛鍊的沙包。不知過了多久，湖面上終於再沒了聲響，原本清澈的湖水被染得鮮紅。恭喜宿主擊殺30只鱷魚，超量完成鱷魚捕手任務，現發布獎勵：天賦溝通者，稱號鱷魚殲滅者。作為絕世虎王的你，剛剛經歷了一場大戰，還沒來得及享受勝利的喜悅，下一秒卻被系統的提示音拉回了現實。獎勵到賬，你立刻查看起面板，果然各項進化數值又有提升。然而下一秒，你突然瞪大了雙眼，只見上面寫着：系統總評，恭喜你獲得 SSS 4級別天賦溝通者，你已經是世界上第1只會講兩腳獸語言的虎啦！你激動地張了張嘴，竟然真的可以口吐人言。你立刻心生期待，既然完成鱷魚捕手的任務，可以讓你解鎖這麼優秀的天賦，那豈不是代表着當你完成羚羊獵手和山大王任務時，將會有更大的驚喜？想到這裡，你繼續歡快地向湖泊更深處游去。儘管湖面已經被染紅，但是水下卻還是閃着熠熠藍光。你本以為這能量光芒來自水底，然而當你將整塊湖域都完整搜查了一遍，卻意外地發現這片湖泊的能量並不源自這裡，更像是有什麼東西從外界溢了進來。可如今的你卻暫時不能離開保護區，這裡雖禁錮了你，可同時也保護了你。在進化風暴完全到來之前，待在這裡是最安全的選擇。而你要做的就是必須搶佔先機，讓自己處於不敗之地。你決定先填飽肚子，再從長計議，於是喊來二驢子一起分食鱷魚。誰知在進餐過程中，卻意外發現鱷魚體內居然藏有一塊晶石。原來異獸的力量都來源於這個東西。感受着那晶石內蘊藏着的無限能量，你一咬牙直接丟進了嘴裡，嘎嘣脆，味道不錯。果然，系統隨即傳來提示音：觸發暴食天賦，獲取0.1點進化。賺了！你立刻把所有鱷魚身體裡的晶石都拿了出來，一股腦全吞了下去。就在此時，同樣吞了鱷魚結晶的二驢子發出一陣虎嘯，他全身肌肉暴脹，虛空中忽然跳出一道系統面板：姓名二驢子，種族變異孟加拉熊虎，等級1，天賦狂暴，綜合戰鬥力210。系統總評：世界上第50頭變異獸。你頓時眉頭一皺，離你成為第3只變異獸只過去不到1天，二驢子就排到了50號。看來變異進化隨時隨地在進行着，你知道留給你的時間不多了。
作為一隻剛剛進化變異的虎王，你卻發現獸類的異變狂潮正超速席捲而來，留給你強大自身的時間已然不多。於是你決定盡快完成系統任務，並組建屬於自己的變異獸隊伍。眼下除了已經變異的二驢子，小雌虎百萬成了你的最佳選擇。此時百萬正在和一頭成年雄性獵豹纏鬥，原本他一直乖乖等着你回來，誰知竟被獵豹盯上。權衡之下，這次百萬沒有逃跑，反而主動發起了進攻。就在二者打得昏天暗地時，一頭猛虎從天而降，正是和你一起趕回來的二驢子。他一爪子把獵豹拍得匍匐在地，動彈不得，隨後一口咬住對方要害，終結了獵豹的生命。百萬卻不了解二驢子已經是自己人，趁此機會趕忙起身，想趁着混亂躲藏。結果一條粗長的尾巴卻從後面纏上了他的腰。你從後方的陰影裡走了出來，前爪輕輕落在百萬頭上安撫：“是我，別怕。”哥，你終於回來啦！見到熟悉的面孔，百萬才終於放下心來。二驢子把獵豹帶到你面前，你伸出利爪劃破獵豹身軀，一顆拳頭大小的晶石立刻出現在掌心。你將獵豹晶石和之前收集的鱷魚晶石齐齊推到了百万嘴边，把這些吃了。這硬邦邦的玩意兒能吃嗎？這是命令，吃下它對你有幫助。百萬雖有些猶豫，但他相信你不會騙他，於是一口把晶石吞進了肚子。下一秒，他就感覺全身好像沐浴在烈焰之中，不受控制的抽搐剧烈的痛感讓他上蹿下跳。你雖然有點心疼，卻堅定地站在原地看着這一切。你知道這是吞噬晶石後的必經之路。直到1刻鐘後，百萬才終於平息下來，可渾身的橘黃色毛髮卻一撮撮脫落。你不禁咧了咧嘴角，怎麼禿了？是這樣才能進化？然而沒等你琢磨明白，就見百萬全身開始瘋長出雪白的長毛，隨後熟悉的面板再度跳了出來。姓名百萬，種類異變白化虎，等級1，天賦幸運 SSS， 模仿 SSS， 綜合戰鬥力208，系統總評世界第360隻變異獸。緊接着一道白光閃過，百萬的體型竟長到了成年雌虎大小。你看着今非昔比的他，被狠狠驚豔了一下。不過你連忙搖搖頭，甩掉雜七雜八的念頭，再度整理起自己的頭緒來。現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拿下保護區，收編全部虎王。才那麼一會兒時間，百萬就排號360了，說明變異獸的出現速度越來越快。你必須提前做好萬全準備，在進化狂潮完全爆發之前，將實力增強到能夠戰勝一切的層級。但你不知道的是，另一邊在某處秘密試驗基地裡，一名研究人員正在对台上翹着2郎腿的黑衣男子匯報：“老大，實驗失敗，數據顯示多名實驗體異變失控，沒有成功案例。”某處試驗基地，一個研究人員正在對台上翹着2郎腿的黑衣男匯報：“老大，實驗失敗，數據顯示多名實驗體異變失控，沒有成功案例。再給你們15天，如果還失敗，就和這些動物一起自生自滅吧。”黑衣男氣得狠狠砸掉手裡的茶碗，隨後拿起通訊器吩咐所有人立刻去保護區，給我把那頭熊虎王抓回來。而另一邊，你正領着二驢子和百萬在自然保護區閒逛，這一路碰到了不少半變異的動物，無一例外都被你們這支小隊征服。沒多久，你距離解鎖羚羊獵手成就就只差收割30隻羚羊。除此之外，為了擴大族群，你還不忘收編其他片區的虎王，並將他們安排去湖泊進化，快速變異為1級異獸。雖然對如今的你來說，這速度還是太慢了，但蒼蠅肉也是肉。如今這些羚羊好像都開始有了靈智，居然學會組織戰術，成團和捕食者戰鬥，再也不會慌亂的四散奔逃，以至於剛才二驢子竟然就被10幾頭羚羊圍攻。危急關頭，還是你下場才成功團滅了他們。畢竟以你這4級異獸的實力，隨便揮揮爪都可以讓整片地抖上一抖。一旁的二驢子縮在一旁的草叢裡，滿臉鬱悶。攻打羚羊群的失敗讓他耿耿於懷，不敢相信自己這堂堂變異獸卻還能被追着打。反倒是你身邊的百萬心態強大，還蹲在原地傲嬌舔爪。在他看來，打不過羚羊群沒什麼大不了。想當年他還不是被一只麋鹿追得亂竄，如今他對自己的地位很滿意，待在你身旁，做好團队裡的幸運吉祥物，都是為了討生活，跟着老大混不丟人。正當你們還在原地休整時，樹叢中忽然又竄出了幾只老虎。你定睛一看，其中有3只是你已經收服的，而另外的幾只8成就是被你打敗的虎王的手下。這次一起過來是為了認老大的，而這也正是你之前給虎王們部署的任務。除了自身進化之外，同時搜尋並征服更多同族。一支所向披靡的虎王大軍正在逐步建成。你心情不錯，立刻安顿屬下在原地休整了幾日，隨後命令二驢子去南區收編那裡的虎王。二驢子這才一改之前的頹喪，戰意滿滿的離開。二驢子的昂揚激起了百萬的熱血，他立刻毛遂自薦，也要外出替你開疆擴土。你扶了扶額頭，隨後用尾巴纏住百萬，將他撈到自己懷裡。不用，以你的實力，恐怕最後凶多吉少，還是乖乖留在隊伍裡當歐豪。大哥的意思是喜歡我在你身邊，對不对？對，你猜的沒錯，你在我安心。你看着百萬喜滋滋的笑容，沒再多言。其實你從來沒指望他為你衝鋒陷陣，畢竟誰說幸運和美貌不能是一大生產力呢？你看着百萬越來越眉清目秀的樣子，忍不住有些心曠神怡。可你趕忙搖了摇頭，強行按住自己正開往高速的大腦。當務之急還是要大力搞事業。於是你迅速撇開不必要的念頭，帶着百萬去到叢林裡巡視。正走着，前方的陰影處卻突然傳來了奶聲奶氣的叫聲。
3只還未足月的小老虎從陰影中走了出來，他們身後還跟着一頭母虎，正是你麾下虎王曾經的手下敗將。但他和幼崽都幸運地活了下来。如今擁有了智慧的他，明白你不会傷害幼崽，於是便特地來找你求救。原來一群大象霸占了他原來的領地，他和孩子無家可歸了。聽到這裡，你眉頭緊鎖，看來大象也進化出了靈智，懂得了占地為王、搶奪資源的道理。你清楚得很，大象進化後的危險程度恐怕比老虎要更可怕。為了領地的安全，你決定會一會象群，必須把風險扼殺在搖籃裡。於是你迅速趕到大象聚集地，一番探查之下，發現原本的亞洲象群已經進化成了半異獸。大象本就智商不俗，進化後更是蹭蹭上漲。眼下他們的領袖正是一頭1級變異象，他知道單靠象群很難生存下去，因此乾脆與羚羊群組成了聯盟。如今這一片區域一共有8頭成年大象、2頭未成年象和34只羚羊，而這其中更有1頭象和1只羚羊，達到了完全變異的程度。然而面對數量龐大的敵人，你卻依舊無所畏懼，閒庭信步地自樹叢中走出，矯健的4肢粗壯無比，額頭上王字威猛張揚，你周身氣勢如虹，自帶讓人低頭臣服的氣場。隨着你的一聲虎嘯，身後1只1階變異虎王跟着你從林中走出，他們曾經都是威震一方的強者，是絕對至高的統帥，可如今卻全都歸順臣服在你的麾下。領頭象一看這陣勢，就知道一場惡戰無法幸免，當即一聲令下，指揮所有大象和羚羊一同朝你的陣營襲來。衝鋒的巨象，奔跑的羚羊，這一刻都抱着前所未有的勇猛，腳下的黃土揚起滿天的沙塵，動物的嘶鳴劃破寧靜的長空。然而你冷靜地看着眼前的一切，半分未退。你4肢抓地弓起身子，下一秒壯碩的身軀便像彈簧般飛射而出，直奔象群首領而去。而你身後的虎王戰團也緊隨其後，洶湧而出。象群首領很快和你對上，他利用自己的一對長牙對你發起猛烈的進攻，可你不閃不避，有力的后肢猛然站起，全身的肌肉如同遮天蔽日的小山。下一秒，你的爪子爆出全力，一掌扇了過去。4級变異獸的恐怖實力瞬間施展，只一巴掌就把身軀龐大的象群首領徹底拍暈。附近的羚羊首領見狀，連忙擺脫掉其他老虎的糾纏，趕來救援。可你一記尾擊甩出，羚羊首領便被抽飛了出去，狠狠地砸在了遠處的岩石上。羚羊首領只覺得自己眼冒金星，他不假思索掙扎起身就決定跑路，但你沒再行動，而是對百萬示了示意，去追吧，鍛鍊吧。你攔住了其他想要去追擊羚羊首領的老虎，反而把這個任務安排給了吉祥物百萬，只因你覺得是時候給他一個成長鍛鍊的機會。百萬第一次被委以重任，開心壞了，他沒有絲毫遲疑，扔下口中的羚羊炮灰，就沿着羚羊首領的蹤跡追了過去。象群首領明白大勢已去，這一場仗徹底輸了，他跪倒在地呻吟着，請求你放過他，他願意向你臣服，做你的弟弟。你舔了舔唇，笑着搖了搖頭。扼殺一切風險本就是你的目的，為了成為這片土地上絕對的王者，你必須斬草除根。為了能夠快速進化，你也做不到對敵人仁慈，於是你露出利齒，朝着象群首領的要害咬去。沒過多久，熟悉的系統提示響起：恭喜宿主擊殺1級變異象，獲得5點進化。隨後，你對着戰場上的所有獸揚起頭顱，驕傲的長笑，徹底宣告了這場戰鬥的勝利。最終，通過這一場惡戰，你順利從4級變異獸進階到了5級，戰鬥力得到大幅度增強。唯一有點遺憾的是，很多羚羊被其他老虎收割，實在有些不夠吃。就在你還在感慨的時候，百萬卻拉扯着身形巨大的羚羊首領，意氣風發的來到你身邊，他將收穫放在你的腳下，滿臉自豪的瞎掰着。諾，怎麼樣？我厲害吧？沒讓你失望吧？做得不錯，值得表揚。你滿意的笑着，仔細看了看百萬，發現他全身毛髮乾淨的不行，居然沒有一點傷痕。再看那只倒霉的羚羊，渾身慘不忍睹，2根羊角齊齊折斷，可見這次百萬是以碾壓姿態取得了勝利，真的非常厲害。你心裡暗道，以後再也不可低估百萬實力，他本就是1級變異獸，戰鬥力竟遠超平均水平，加上 SSS 級幸運天賦加持，說不定日後真能成為你的一員大將。然而事實真相遠非你想象，其實百萬從頭到尾壓根沒出手，是他的幸運天賦爆發，那羚羊首領失足掉下了山崖，才讓百萬撈了便宜。黑夜逐漸籠罩天空，老虎們的狂歡終於收場。你站在高台之中，望着自己的虎群，感受着越來越強的力量，心裡只有一個念頭：征服這片保護區，然後向更廣闊的世界進發。